迎收看关键时刻。中美的 TikTok 之战吵了这么久，欢了这么久，没有想到今天竟然尘埃落定，中国完全被打趴了，美国完全占上风。现在对于中国来说，完全被吃得死死的。我们都知道，习近平现在在 AI 上面已经输给了美国，没有想到在 TikTok 这一战又被吃了，又被反将了一军。在这个情况之下，习近平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形，你竟然知道。彭博竟然说话，他报道一件事情，他说现在习近平竟然要把这个人给找回来了。2020年原本就淡出中国的马云，认为现在这个情况下，只有马云可以救得了他吗？所以是从现在这一连串，从我刚刚讲的 TikTok 大战到 AI 战，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说，兵败如山倒，到最后一根稻草准备倒掉的时候，我的天哪！他竟然找了马云回来，当时马云不是就是他踢走的吗？对，现在他又找回来了。对，没错，我觉得这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我们知道说马云呢，过去一段时间，从2020年的这个蚂蚁金服之后，他一直是习近平的眼中钉，甚至有一段时间呢，马云根本回不了中国，他还要到日本去游玩啊，甚至到海外都不能够回去，不敢回来的。对，没错。好，那甚至呢，人家说你都总有一天都回不了中国，就没想到在最近。因为习近平呢跟美国的这个交战过程里面节节败退啊，你看抖音、TikTok 的这个国际版败退，那另外 AI 现在美国在发展 AI 啊，他们也目前为止要追上啊，所以呢重新又把马云找回来，也就是说让马云回到阿里去重新掌握这个阿里的这个大权。某些程度来说，习近平的让步告诉你什么？就是节节败退嘛，不然我干嘛要把马云请出来呢？好，那我跟他讲，那为什么他最近犯了一个，他最近败了什么呢？我们要抖音、TikTok 这个事情。TikTok 这个事情来说啊，川普上台之后，他第二次一直要求说，你这个 TikTok 把它卖给我美国啊。你知道这个抖音呢，这个所谓延长期，它已经延长了4次，但是呢，一直在这一次的他们在马德里的谈判里面来说的话，终于敲了这个所谓框架的这个协议。框架协议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就说，目前为止来说，未来你的这个 TikTok， 中国只能剩下20%的股份，然后准备要把它卖给谁？卖给 Oracle。还有一些美国公司组成的这个状况，你刚刚说中国只有20%，对，它那就输惨了，对，就主导权呢到美国的这个身上。好，那等于是这一次挫败嘛，那换来什么？我们要这个礼拜的时候，不是习近平就准备跟川普要通电话，就要确认这件事情嘛，哈。那因为确认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不是就说吗？中国不是在这个处分这个辉达吗？那处分了包括说像你的什么类比 IC 啦，还有辉达啦，还有很多晶片，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没办法，因为我在抖音、TikTok 上面来说挫败啦，我要掩盖一个这个挫败的时候，就说，那我要处分你这个辉达，掩饰说我没有挫败的这个状况。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你就是挫败，否则也不会有让这个马云重出江湖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跟你讲。显见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跟美国的谈判里面来说啊，中国真的是处于节节挨打的这个局面。而且为什么说节节挨打？你看到在整个协议的过程当中，外媒已经把整个细节全部都写出来。这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讲的也太白了吧？他说他完全是把中国拿捏是在手上。你看到他说什么？我威胁中方，若不同意交易，美国就全面关闭 TikTok。此外，美国扬言取消川习会。也是迫使中方让步的最大原因。对，没错，实际上这个主导的当然是贝森特。我们知道这一支贝森特来说，他的立场可以说是相当强硬。我们在节目上也讲过嘛，他就是一个斗鸡性格嘛，他就是很强硬的一个人嘛，对不对？他服侍过2个这个组织，一个叫索罗斯，一个叫川普，对，2个都是个性很强硬的人，而且他只要跟人家一冲撞就要打架人啊，对不对？你看他揍的那个伊隆马斯克眼睛都黑青啊，对，很多人都被他打，所以呢，他的强悍度你就知道。那当然，川普也很放心，所以让他出去嘛。好，那他就是说什么？他甚至就威胁不好，你不要卖给我们 TikTok 的话，简单，我们就真的给你们关闭。另外第2个。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知道你们很想要川习会，那我们这样，我们就不要让川习会。然后他还说什么？他说中国说，我们这个 app 是中国的特色啊。他说他们的软实力啊，你们就不要干涉我们软实力。但是你看，我才不在意什么中国特色，我们重视的是国家安全。最后 Politico 报道出来就是这样子，他是说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只能够低于20%的这个符合这个法案的要求，而且将彻底消除中国取得这个美国公民资料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因为它卖给了 Oracle， 对不对？所以呢，美国这个 TikTok 里面的所有的美国公民的资料不会流到中国去，它会流到这个 Oracle 的公司，还有美国组成的这个状况。所以等于是这个交易案来说的话，对美国来说是
100%获胜。对，而且未来会不会获得这个演算法？应该会获得演算法，就是美国一直很想知道 TikTok 的演算法的部分，搞不好美国也可以获得。不是，所以这样看起来，中国完全都被吃得死死的，对，完全没有办法反击了。对，好，那这因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呢，当然不是只有我威胁你说怎么取消这个川习会啦，还有这个所谓抖音TikTok 关闭，你就会就范，他还有后续的。他说什么？还有招？对，然后说被问及说美方是不是要求中方将经济模式转为消费导向，而不是出口导向的时候，就是这个贝森特一直在说，你中国经济要转型，你要给民众有钱，让民众富起来。他就说我们将持续深掘这个核心议题，并且持续实施90天一轮的关税限制。他就是90天，就延长90天，你来谈判，你来谈判。他就说了，在谈判的过程里面，川普给我和葛里尔相当大的谈判空间，让他们打消我们还会进行大让步的可能性。就是川普直接打电话跟这个贝森特，我跟你讲，我不会再让步了，反正你就这样子就对了。所以他就直接跟他说，好，那中方又说什么？他在谈判过程拿出一大堆赔偿条款。他说什么啊？川普你要撤回这个旧有的关税措施啦，旧有的这个政策啦，还有被美方这个你们对我们高科技控管的这个管控啊，对不对？但是美方说什么？我们不会让步。我们不会取消任何的东西，然后呢，他就说，他只是说，好了，我答应你，未来不会再采取更进一步的这个动作。但是问题是，赵尔，这种答应不会在未来采取更进一步的动作是什么意思？就是空口说白话嘛。所以意思是说，在这个谈判中，中国的确有想要跟你画巴拉 K， 对，我们拉扯，是没错。结果贝森特这么硬，对，因为川普直接跟他讲，啥都不能让，对。所以中国真的吞下去了。对啊，没办法让啊，没办法让。为什么没办法让？我就讲嘛，因为现在呢，他抓住了中国的软肋。我们最近不是讲吗？这个川普对习近平持续重拳吗？对，这个重拳非常多招啊。我跟他讲，第一招是什么？我们不是说到吗？今年10月的时候，中国要进行4中全会。那4中全会进行完之后呢，习近平大概就可以确定说他到底下一任的掌权能力怎么样。好，这个大会刚结束的时候，他需要这个川普来证明说，不论我的权力稳不稳固，我都需要跟川普改善美国的关系。就我权力稳了，我更要改善跟川普的关系，我不可能这样子让中国经济坏下去嘛。所以他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他说啊好，如果你不谈的话，没关系，我们就不要川习会，没有这个川习会。那因为他就看准了中国想要川习会这一点，用这个来要挟他。为什么？你看这个月的时候，李强要去出席联合国大会，他本来游说美国官员，就说啊，让我们那边提出什么，如果川普先访问中国的话，习近平要回访这个出席明年在这个美国举行的 G20 的峰会啊。所以呢，等于是他抓住了你要我们去访问北京嘛。今天的情况是习近平需要川普，为什么需要川普？是现在跟全国的人民讲说，是我还是很有权利的。结果他就被抓住了这个软肋，对，就往你身上打下去了。所以他等于是没有办法没办法拒绝这个美国这样的一个状况。美国就说好，你不答应，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川习会的可能性。接下来美国还有没有什么招？你不要忘记哦，最近川普说什么？我准备了要求这个 G7 的国家，还有要求北约盟国，我要怎样？这个如果中国继续买这个俄罗斯的石油，我要科你50%到100%的关税。对，这个科下去还得了啊？这全世界对他科关税，所以中国人根本受不了这些东西嘛。所以等于是说，他其实知道美方后面还很多重拳要揍你，所以他只好让步啊。好，那让步的这个同时里面，我就说重点的讯号就来了。你看彭博说什么？马云强势回归啊，力求让阿里巴巴再次伟大。所以习近平真的没有招了，对，他现在要把权力放给马云了。对，没错。好，那我们就讲这个川普不是在讲 MAGA， 对不对？那事实上让阿里巴巴再次伟大也是 MAGA。你看 ，Make 阿里巴巴 Great Again 也是 MAGA。对，没错。所以也是这个中国用 MAGA 来对付你美国的 MAGA， 就用我们阿里巴巴。然后就是说，你看公司正部署最强大的武器之一就是马云。我们必须说，的确，马云是最重要的。对，阿里巴巴能够有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江山，其实跟马云的这个远见、跟马云的意志力、跟他的口才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好了，我就跟他讲，因为什么？因为他2020年被调查嘛，他就没有在公众场，所以他连阿里巴巴都不能够回去。那你知道吗？事实上，他当时的时候不太可能用官方的身份回归，但是现在马云在园区里面都佩戴了员工识别证，这是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例子嘛。像我就不能够佩戴东森的识别证，你们都可以佩戴，所以就是他已经回来了，所以他被员工解读说他真的已经回来了。好，那我就跟他讲，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回到这个公司，他不是做虚位，你要想说啊，他就是创办人而已嘛，没有，他
他不断的追问有关阿里巴巴人工智慧的最新进展。然后有一次，他一天内向这个一位高层发了3次讯息，要求更新。所以他出来操盘嘞。对，所以他等于是实权掌握。对，虽然说他目前为止可能没有任何职位，但是你知道他也是大股东嘛，那他就是实控者之一嘛。好，那我就讲，今年这个4月，他其实他很久都没有回去。他今年4月的时候，他巡查阿里巴巴的云端的部门，云端部门就是他们 AI 部门，就比较墙上有贴过很多这个留言板。那为什么要贴留言板呢？因为留言板来说，就很多员工在贴的，就是说，这个马云不在公司之内的时候，我们当时面临了很多困境的一个状况，就贴很多员工的心声。然后你知道马云做什么事呢？他就把这个员工他就坐在那些员工这个楼梯垫，然后把这个员工找过来，把这个来自东京的还有香港的员工坐下来，就我们来谈一谈目前你们遇到的任何状况。对，就根据他们后来的那些这个参与者的说法，就他用什么口才，雄辩的口才，让这些这个要求者呢，就是一起，这个等于是感动了他们。那你知道马云讲了什么吗？彭博社就说，马云在这个当场的跟那些科技人说，科技不仅是为了要征服星辰还有海洋，而是为了保留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火花。然后活动结束之后，你看一些与会者表示，他们感到振奋还有鼓舞，对，仿佛亲眼见证了一家新创公司成立第一天的文化。所以马云要把他这个5年内对没有给大家的热情是全部找回来。我们曾经在这个节目上讲过，过去他创业有所谓18罗汉，他们当年呢都是窝在被窝里面，然后这样子一起为这个科技不仅是为了征服星辰和海洋，而是为了保留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火花，重新点燃所有人的这个创业精神。所以我才说，他厉害就是这个地方，这种东西有时候无形的感染力其实才是更厉害的。好，那我就讲，除了他让公司的这个精神重新这个振奋起来，事实上在今年的在约莫6、7月的时候，不是掀起一个中国外送平台大家打成一团吗？对，这个淘宝啦，然后京东啦，还有包括说像这个美团，不是打成一团吗？那你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们开始要这样杀价？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马云就说，我们现在外卖市场，我们现在市占率太低了，他决定要花大概500亿人民币，就是70亿美金，我们要用来怎么补贴？所以等于是我们才会看到那么多所谓低价补贴的这个状况。敢砸这个70亿美金的人有谁啊？有谁敢这样砸？就只有我马云敢嘛。所以马云就是这种大胆的这个做法嘛。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你看我就讲他很会所谓的这个鼓舞大家。你看他去年12月回到蚂蚁集团之后，发表2020年以来的首次的公开演讲的时候，一些长期在职的员工感动的落泪。对，然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与会者表示，他不愿意透露姓名，以讨论这次的这个私人活动。所以他偷去的，然后对，他就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他能够，我就讲他敢，对不对？他有敢的压住花大钱去打补贴战。另外第二个，他能够感动所有的员工。再来就是说，他把过去的老臣找回来，因为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阿里巴巴，我就讲阿里巴巴创业有18罗汉，这18罗汉来说都是他的这个贴身的干部。但是随着马云离开之后，这几个人也陆续离开，大家现在把他找回来，你看。这个老战友吴永明啊，这个蔡崇信是我们台湾人，我们都知道啊，对，还有这个蒋凡等等的，就全部把他找回来啊。那吴永明带领的这个 AI 的这个通用人工智慧，那蒋凡来说是做这个电商帝国的。那我们知道说蔡崇信当然就是整个大架构的这个建立，所以呢，事实上他把这些人都拿回来的时候，当然是务必要 MAGA， 让阿里巴巴再次伟大。所以才跟你讲，这就是目前为止来说，为什么要让马云回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再来就是他其实也是学我知道习近平这一招其实也是学川普啦。我跟他讲为什么？你看这川普呢，目前为止中国有没有办法用国家的力量去发展这些 AI？国家没钱嘛。对。但是川普也是啊，美国也没钱啊。但是川普怎么做？盟友出钱，或者我的这个所谓的企业家出钱嘛。对，你看这次他不是接下来又要去英国访问吗？你看英国访问他又带了谁？黄仁勋、奥特曼、库克，这几个不是。黄仁勋跟奥特曼不是跟他中东，这次库克跟他去英国了，还有包括贝莱德集团的这个芬克啊，黑十字集团的苏世民啊，摩根大通的这个戴蒙一起去，对不对？然后一起去，大家一起去要做什么呢？当然又去招商，那当然也是他们也是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川普表忠。好，那我就跟他讲，这有意思在哪里呢？你知道，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马云跟习近平两个是势同水火，那现在习近平对马云投出这个橄榄枝，那一样啊。你知道这一次他们前一阵子不是在开一个 AI 的这个高峰会的时候，就是这个会议，知道你知道他旁边坐的是谁吗？
他旁边坐的是佐克伯。对，那我们知道佐克伯跟马云，跟这个所谓川普，他们之前曾经因为佐克伯你把我账号遭禁了，封嘞，结果你想他这一跟你次去吵起来的，对，他这次去，结果他坐在旁边啊，坐在旁边，他从他第2次当选之后，他就一直要改善跟川普的关系啦。可川普这个人他也不记恨，反正 OK， 如果你能够这个为我所用，你看他不是就讲了吗？他就说，这个在这次会议里面，他就说。那你 Meta 就是看旁边就是左右，那你 Meta 要建设多少？他说，我们 Meta 我们准备要投资500亿，然后他还把这个 Meta 的工厂拿出来看哦。对。他说，你看这个5000万就能盖一座漂亮的购物中心，所以我就一直不明白，佐克伯说要开500亿的工厂，说我心里想这是什么鬼东西啊？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哇，这为什么要花500亿？因为说真的，这就是这么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料中心，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说到底啦，习近平愿意让马云重新出来，就是告诉你啊，中国需要民间业者的帮助。国家如果以国家之力是不可能打赢美国的国家加上民营企业的这个力量，所以等现在习近平也变招，用端出马云来对抗美国。或者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个讯号，今天既然把马云找了回来，你过去是怎么让他流落在外？还有我们刚刚特别讲说他不敢回来，为什么要找回来？因为现在习近平没有招了，我们没办法想到一件事情是。中国的经济真的有到这么差吗？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这个在云南的第一村叫做大营街村，以前很有钱，里面他盖的房子、吃的、住的多好，结果现在这个村出大事了，竟然欠了负债数十亿元，该领的钱、该发的钱，你看到这画面，荣景怎么突然欠这么多钱？是这个云南的这个第一村哦，大营街村哦，光是从这个村过去40年的发展，你就可以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经济的一个起伏，再加上现在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9月15号，你看，哇塞，灯红酒绿的，然后整个夜生活啊，人超级多的。你说这个画面看起来像上海，其实也不为过，但是当然是不同的一个风貌啊。但由此可见，这可以说是云南最富裕的一个地方哦。那曾经它富裕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个整个的生活水准还有社区环境都非常非常的好，就没有想到现在9月15号竟然爆发，负债数十亿元，而且村民没有办法，你知道年长的人为了跟他们的年轻的一个书记啊。讨所谓的每年要给我分红，跪下来，这画面太夸张，全部人都跪下来了。是因为每年大概都有6000块左右的一个分红，还有其他额外的，其实以前都是福利，现在变成你不给我一句没钱，那我养老怎么办？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都真的觉得哇塞，曾几何时最富裕的云南的第一村，现在变成要下跪，然后老人家跟你磕头，为了他的一个生活费，你就知道整个中国经济的状况到底现在有多么的一个严重啊！那我们现在来从头来说，这个第一村大营街村他们是怎么样富裕起来？对，我们现在倒推大概40多年，在30多年，在1978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开放，他们其实是非常穷困的，这个人均所得大概只有167元人民币真是很辛苦。但是短短的一个7年时间，他们就说，我们整个街村啊，我们开始来做一些大家一起来努力，然后我们把整个街村成立一些公司，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让自己越来越富裕。就1985年的时候呢，这个整个成立了2家公司，营收就来到多少？来到400万。到了1992年我们当然就知道已经算是比较改革开放之后，这一个他们成立的相关公司来到1亿，1995年来到10亿，哇塞，你就知道他们这个生活状况越来越好，太厉害了吧？对，就很厉害。包括他们成立了什么，开始建筑业，包括成立什么这个铝业纸业油墨厂、钢铁厂。所以他们自己夯不啷当的整个街这个所谓的这个村成立了28家的公司所以到了2019年，你知道吗？他们这个28家可以算是一个集团了，你知道，总收入来到了119亿，农民的人均收入，光农民的这个一般最基本的收入都来到快3万人民币，所以代表着过去你看这个很多有没有？大家就一起来干活。他们当初做烟草，大家一起富。大家一起赚，对，结果
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是，那就是因为现在整个中国的景气不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他后来从烟草起家，但是开始跨行到各行各业，各行各业的时候情况之下，那不好，那当然就衰败下来。可是你知道，人家荣景的时候，1985年啊，他们以前是土坯屋啊，然后1985年跟2012年开始新建所谓的社区宅啊。所以在那个像是美国加州一样，哇，这个根本就是富豪区吧？对，你觉得是根本就是富豪区？没有哎，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云南的一个大营街村哦。那我们刚刚看一间一间，对不对？对，就一进去之后，哇，它的装潢也太好了吧？对，就你知道吗？他们也太有钱，他们不是农民吗？哦，那时候真的，我刚刚不是提到吗？他们后来就慢慢成立了一些公司，28家公司，所以那时候真的好到这个都是他们的社区里面的社区宅，哎，对，哇，住得很好，但现在没钱了，他们一样在什么富丽堂皇的里面讲没钱，很幸福哎，人人有居住的地方，人人有名车开。好爽哦！而且我跟你讲，每一户人家哦，每一个所谓的这个街村的里面的人啊，他说啊，你从一出生1岁，你就可以领500块的，像是红包钱或者是年终，2岁领1000块，领到12岁，12岁以上就是6000元。哇，你看全部都分红，这个砖头一个砖头一个砖头，全部都是分红，全村有640户啊，分红了1000多万，你知道吗？所以他心想说，那时候好的时候你看全部在分红，那个现金都摆给你看。所以那时候大家多想要落户，多想要成为他们这个村庄里面的人哦。还有再来，车上跑的都是名车啊。当时还有什么游乐园呢？这游乐园我跟你讲，搞不好就是凭证件入场免费的，对，就4A 级，没有 AAA。我们刚刚讲的4A 级，对，这全部都是用刚刚提到的28家企业里面赚的钱额外去弄，所以有点像是我们金门，你知道我们金门其实福利也很好，对，就有点类似那样子的一个情况哦。而且我刚刚提到，他们54岁就可以养老，养老金从少的那363元，多的话大概990元，应该也是每月领哎，每月领。每月领这样1000块，也就4000块，其实差不多我们的国民年金的水准。所以那时候事实上他们真的很好。然后呢，再来你活到老领到老，吓死人！你知道活到94岁一次领5万，对，活到99岁一次领10万，哇，那你就会觉得真的好像有点像是幸福企业、幸福社区。结果没想到在一瞬间，我们刚刚看到原本开开心心的，最后竟然是跪着1毛钱都没办法拿到。是，这凸显一件事情。现在连这么富有的村子都可以一夕之间什么都没了。是，现在中国经济有到这么的夸张，你银行你要去领钱，你不能领钱，哪有这种事？是我们跟你讲，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云南最富的村啊。那如果连云南最富的村现在都要跪下来跟你拜托给我退休金情况之下，难怪现在你看画面为什么没人？银行没人，银行没人，你是欢迎人家来抢劫？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没人吗？本来有柜台人员的，对，有2个人跟他讲说，我要领钱，我要领钱。后来他就想方设法不让你领，他说你凭什么不让我领？你不让我领，我就把警察找来。他怕你真的找警察来，因为找警察就难办，所以他自己让杠。柜员自己我直接跑了，柜员不想干，柜员不想面对，柜员心里想说，我自己也不过也不是我的，要不让你领是上面的政策不让我让你领，就要自己跑，这也太好笑了吧？顿啊，然后大概半个小时都没回来，但是心想说怎么那么夸张？会不会只是这家？你现在看到另外一个地方，河南的信阳这个信阳的一个工商银行啊。你知道这个人去领钱，刚刚看到没有？那一个这个大婶去领钱，对，你知道他在骂什么吗？他骂什么？我的钱你现在给我，我领出来，你给我300块的假钞，我从银行领到假钞，我存真钞进去，我领出来变假钞。而且更夸张的是，银行还不退，不管领的就是你的，就你这太……这流氓吧？讲回来了。这些都是国家的银行，那为什么国家银行会搞到这边？难道你银行会没钱吗？银行真的会没钱？为什么银行会没钱呢？不是很多保护的钱都在里面吗？这个存户的钱都在里面，为什么会没钱？因为钱都被国家先拿去挡狼用了。国家说我们现在国家经济困难啊，经济有一大堆问题啊，地方政府还欠那一大堆企业钱呐，地方政府欠一大堆企业钱怎么办呢？只好拜托你这个国营的银行，开始先搬里面的存户的钱出来。然后先去帮他们解决地方政府的一些债务问题，或者是先帮他去先去周转一下，然后不断的再去滚钱，然后所以其实很多存户的钱早就已经被搬走了。对，那现在开始怎么样呢？就印钞票，印钞票，印钞票。所以他们就说，现在整个中国啊，这是外媒 Bloomberg
Bloomberg 的报道，他说这个他们很多的国营啊都被迫啊用贷款啊来输血啊，所以导致这很可怕，就会变成以债养债，然后不断的用印钞票的方式今天等于是用国有银行的钱对去补地方的债务，对而且同一时间。一带一路的债务，你也要去支援。对，而且你刚刚特别提到一件关键，是上半年的贷款损失准备金3.51兆元，这是什么意思？我钱给你了，我可能我自己我也知道，我没办法收回来的。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过去这几年来，事实上中国的利率是维持非常低的利率。但为什么要维持这么低利率？因为借款的人是地方政府啊，所以地方政府可能也欠银行一大堆钱啊，没办法还啊。所以现在的这个整个以债养债情况，这真的非常严重。你现在看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把钱拿去还去哪里？很多是还给他们帮他们地方政府承揽工程的一些企业。一直负债的情况下，才会有我们刚刚看到，垃圾可以这样子直接丢，直接这样摆，因为其他的所谓的清洁员、所谓的环卫的工人，我不干了，我没有钱了，我都不想做了。因为地方政府都欠这些钱啊，你如果都欠这个钱的情况之下，你那这些人干嘛要帮你收垃圾？脏死你呗，关我什么事？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个到处的乱象丛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一个旅美的一个专家啊，中国中央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借来的，这种情况非常恐怖，显示中国财政的整个体系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瑞德哥，我们这样看下来，我们刚刚谈到中国不管在外交上面或者在经济上面跟崩溃的边缘一样，结果你今天就好好去把你的经济给搞好，你就不要在国际上面耍流氓了嘛。我们没办法想到一件事情是，竟然在丹麦的这里，中国的驻外大使竟然可以强硬到说，我不要你们台湾人出现是在这边，他居然驱逐我们的人员，结果他有得逞吗？看起来是没有。现在其他国家都在帮我们讲话，大家都在说什么？你中国不要再耍流氓了。那么事实上呢，中国的这个驻丹麦的大使啊，叫王雪峰啊，非常的不礼貌，然后呢，完全是战狼的性格，而且非常的这个没有外交的人员呢，基本的素养啊，也犯了外交的大忌。为什么呢？他在的场所是在什么地方？他在的场所是在日本驻丹麦哥本哈根的大使馆。对，那当天是在今年那是2月的事情。但今天包括丹麦的相关的报纸，把这一件外交史上的大丑闻啊，给它公布出来啊，那么让全世界知道，那么中共是如何的用战狼的个性、战狼的性格啊，那么犯下如此的那个丢人现眼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呢，日本为了要庆祝他们天皇的生日，所以呢，循惯例啊办酒会。这个像我们的国庆酒会也都会办嘛。对。那所以呢，办酒会了以后，邀请在丹麦的各国的相关的这个大使啊或者代表啊，大家一起共济一堂。这个时候，我们驻这个丹麦的代表郑荣俊这个等于说啊，那么代表他的太太发现有人拿着这个相关的录影器材对着他们拍。对咱们夫妻拍，一看啊，竟然是这个等于说中共驻日本中共驻这个等于说那么丹麦的大使啊，就是他嘛。王雪峰他的秘书，对，他的秘书在他旁边，然后拿着这个对他们拍，不是刚刚讲说，那么人家这个日本大使馆的人都已经跟你讲，进到里面来不可以录音录影，不能拍了嘛。那你为什么拿起来要拍呢？拍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边就抗议了嘛，那么就不可以这个进行这样子。他抗议的方式应该是很温和啦，就是心里面感觉不太对劲，干嘛？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叫做战狼啊，这个王雪峰，他发现台湾竟然代表在里面，他干了一件事，他竟然拿起了麦克，他在讲台上嘛，对着麦克风。直接要求日本当局啊，日本这个大使馆啊，这些包括丹麦这些来宾，那个相关的人员、外交人员啊，把我们台湾代表赶出去，流氓啊！讲坦白的，全世界这是你的场合吗？这不是你的场合啊！这个地方是在丹麦，对，这个大使馆是日本大使馆。你跟台湾代表都是人家邀请来的贵宾，不是你哪来的资格嘛？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呀？我讲坦白，你是什么玩意儿啊？然后呢，竟然在上面就邀请他改下去，台下所有的人全部愣住了，因为在国际外交场合上面，像这种没有教养，那么完全没有外交人员一丝一毫的这个等于说基本的素养的行为，让大家瞠目结舌，闹可怜快点尽管代际，但是。
人家那么日本大使馆也好，还是丹麦的外交人员也好，人家恪守外交人员的分际啊，人家没理你呀、没理你要怎么办呢？王雪峰呢叫跳，最后怎么办？人家没有理他，最后平要崩了，对吧？哈，我不干了，我不在这个地方了，我决定出去了。出去的时候还用手指着我们的郑代表，在指他啊，用这种方式就对了。反而是自己啊丢人现眼。那在场的这个等于说丹麦的相关的媒体呢，他们隐忍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呢，终于忍不住在这几天把这个事情全部弄出来。为什么？因为本来想说这件外交丑闻啊，给你中国留一点颜面，就为什么把它拉出来？因为他不是有这个包括丹麦的这些媒体啦什么吗？原来这个王雪峰连丹麦的媒体一起杠啊，就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对，人家丹麦的媒体有时候会写一些相关的新闻嘛，写到跟台湾有利的，他不爽啊。他不爽了以后呢，他就要求这个媒体更正要求这个媒体更正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世界联合国也说世界只有一个中国，所以他根本就是玻璃心碎掉啊！没错，不是你玻璃心碎掉之后，结果今天被指控完之后，你看到他马上发了这个信，他9月16号他马上为了这件事情发了文他说他提了中国在二战的角色、台湾的问题、中俄的关系、乌克兰的危机，还说大使王雪峰，但只字没有提。当天你做这么多失礼的事情，你不用去道歉吗？我告诉你啊，这个王雪峰所写的说，那么中国在2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历史定位嘛，对不对啊？包括土地是在中国的土地，然后呢这个仗呢跟日本的对抗是中国打的。我告诉你，问题是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也就二战结束后4年，国共内战，国民党打败了以后，你们才在北京建国。这个时候，这个中国的土地是中华民国的土地，那么这个战争是中华民国的政府跟这个日本的政府的战争嘛，跟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点关系都没有，要讲坦白的嘛。你有什么底气？你凭什么？然后呢，可以这边讲说，这是中国，这是中国。所以呢，事实上他为什么这样做？很简单，他就是要那么凸显他自己战狼，那么要用业绩嘛。不过他失败了，如果他成功了，少儿记不记得？那么捷克的媒体不是有报道，去年当萧美琴当选总统了以后，不是他还没有就任之前那么先到捷克去访问吗？中共就有派专车跟着，还闯红灯。企图去撞这个萧美琴的坐车嘛，所以对中国而言，他想尽办法就是要打压台湾，然后在国际场合上面用各种，我们驻2020年我们斐济驻斐济的代表处国庆的酒会，他们也派了2个人拍照，然后还闯进去打人所以你就知道了，对中国来讲，战狼就是战狼。战狼是不讲道理的，因为他们就是狼，他们是野性的动物，所以呢，为了打击台湾，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最后在丹麦滑了一跤，栽了个大跟头，闹成国际重大的笑话。志栋，最近在全球发生好多难以形容的事情，这根本就是什么？难道外星人真的来台湾了吗？难道真的来到地球上面了吗？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是在中国的山东，结果这是一个不明飞行物看，就碰撞之后，怎么就爆裂了？这难道是飞碟吗？对，没错。事实上，最近呢，全球都传出非常多奇怪的这个不明飞行物体。大家可以看到说，事实上天空原本有一个飞行物，对不对？但没想到地面上面来说，突然之间有一个东西撞到什么了？那2个撞在一起之后，就突然冒出一个非常巨大的火花。那这个是发生在什么地方？这是发生在山东。山东很多人都看到这个画面，就想它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原本的它的轨道这个一开始很像是抛物线，对。然后但是它的速度很快，他们就说这个速度是比这个所谓飞机都还要更快。然后后来之间呢，2个巨响发生在就是蹦，那2个巨响发生在9点07分，还有9点10分左右。然后呢，当然很多民众都是，你看这看到人非常多，那很多民众都看到心啪，就问说这是什么东西？但是当地的政府目前为止也没办法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意见。他说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但是网络上这个影片已经到处在流传了。那这是山东的这个局面。对。那除了山东之外，还有福建也是这样。那在9月9号的时候，福建很多地方在厦门还有漳州这一带的这个夜空，你看就突然之间
有一个这个神秘的，这应该不是无人机吧？对，大家不知道，感觉很怪哎。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很快，如果你按照一般的这个无人机来说，飞行速度不会这么快。对，那难道你是飞弹吗？飞弹来说的话，掉下来应该会有一个爆炸声啊，但是都没有。那你不知道后来飞到哪里去？那这个看到的人非常非常多。你看，除了在这个天空目击之外，这个公路上，而且这个画面感觉就像幽浮哎。对啊，因为它不只是速度很快。它有时候速度还会很慢，对，这种就是不像是我们一般的飞机能够掌握到的一个状况嘛，对。那你看这个箭头所指的方向，也是有看到不明飞行物体在那个地方，对，有没有不明飞行物这样飞过去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目前为止，中国的官方也没办法说那是什么东西，大家都完全不知道。好，那除了这个中国之外来说的话，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内，美国在进行一个所谓的幽浮的一个报道。那幽浮报道的时候，他们这时候又举出一个照片，这照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海面上有一个快速的这个物体，然后朝直线的前进哦。它碰到之后，它弹开了。对，没错。原本呢，这个可能是美国发现到说，这个它疑似可能发现到说，这是一个我们可能因为他们在攻击也门的这个武装部队，他以为是无人机，对，他以为是无人机、无人舰，他要攻击过去，就让飞弹他们发射地狱火，用无人机发射地狱火飞弹出去哦。照理说击中，我们就说一般呐，你击中的话，这个可能就爆炸，就没想到击中之后呢。这个被击中的物体呢，它好像把飞弹弹开之后，它还继续再往前进。不是，我们看到是地狱火飞弹，那夺了多少人的性命？是，当时要杀一个人，要狙杀一个人，地狱火下去，他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结果他竟然可以弹走地狱火。那这是美国军方所公布，这美国空军公布的。那为什么要空军公布这个？我们就说他们现在在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 UFO 的相关的这个报道。好。那我们讲美国现在的这个众议院的这个不明飞行物体的这个听证会里面来说啊，他讲了非常多。但是呢，美国发现到这么多目击事件，对不对？那我跟他讲，最近日本也开始在成立。真的假的？中国有，美国有，对，日本也有。那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他们发现到什么？他们发现到说，他们常常有在这个所谓核电厂附近呢，对，发现到这个不明飞行物体。好，那其实这非常多这个类似这样的事件哦。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说因为这个我们都说外星人会被那种巨量的辐射所吸引。对，这不是只有日本的核电厂哦，在世界各国的核电厂其实都目睹到非常多不明飞行物体在这边飞行的这个状况。那当然，日本人要提高警觉，他们想说难道这个是不明的飞行物体，他要攻击还是怎么样？他们都非常非常注意。好，那我跟他讲，实际上日本有非常多类似这样的一个目击事件，譬如说在今年8月19号的时候，他们在什么地方？在大村市。大村市的时候目击这个光，这个光是非常特别的这个光哦。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这上面有非常多的小火球，一点一点的这个状况。但讲那是什么东西呢？目前为止来说，他们就说这个可能是一种小型天体跟大气碰撞的一个小火球的现象。那这个是什么？这当然官方说法是这样，但是大家都不确定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在讲。事实上，在1977年，这是1977年在东京发生的这个状况。你看这个光，缓慢的移动，看起来也不像飞机，那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看3道光，然后它还会这样疑似在转动的一个状况。但是大家看出来，这个不可能是飞机嘛？好，所以说这个看起来都不太像是人类已知的飞行物。所以跟你讲，随着越来越多的这种目击者目击到，而且现在网络时代这么发达，我相信未来可能会拍到更多的证明这个浩瀚宇宙里面。不是只有我们人类，还有我们未知的生物。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